好，我是 Dilly。2020年就要过完了，大家圣诞节快乐！从4月份搬家到现在，不知不觉已经在这里住了大半年了。今天过节，既然来都来了，那就给大家做一个新家的测评吧，来介绍一下这8个月以来我们目前为止新家的一些变化以及一些使用的感受，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比较有用的好物推荐。Let's go！我们家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是 Yale Town， 离超市都非常近，大概就是一个 block 只有2个超市，有一个其实有点像是 Whole Foods 的一个有机超市，华人超市开车去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楼下有一个狗公园，平时所以我们遛狗的时候也是去到楼下那个公园，往水边那边走大概2个 block 就能到一个更大的公园，然后楼下有一大片草地，它直接就能看到 Granville Island 的那个水泥大罐，经常会看到很多狗在那欢脱的跑啊跑啊。然后 Geisha 也会去那里跟大家一起欢脱的跑呀跑呀跑。嗨 ，High five， Geisha High five， Geisha High five， High five， 给。首先需要表扬的呢，就是这个厨房，这个大 counter 实在是太好用了，它可以放很多东西。平时即使是要做很多很复杂的菜，你要准备很多的东西，它也都能放下。平时在这吃饭也觉得很方便，而且它所有的这些抽屉，它都是有阻尼的，所以你把它抽开以后，你把它往扔回去，它会自动暂停。Right？ 然后呢，为了收纳整理，我们找到了一些比较好用的厨房收纳整理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这个抽屉，今天这个抽屉里面特别的乱，然后我们上网找了这种可以自己组合的这些透明的小盒子，然后把它排成了刚刚好 fit 我们这个抽屉的一个样子，感觉是强迫症的福音，应该能治好大家的强迫症吧，如果来看一看的话。第2个收纳好物就是水池下面的可以置物的一个架子，这里，因为我们那个水管刚刚好有一个很 weird 的一个角度，然后所以你放2层一样大的是放不下，然后我们量了一下，刚好这个小的地方就可以塞进来，这样的话其实就很方便让我们去来整理 sink 下面的一些垃圾袋啊，一些洗碗机要用的东西，包括一些种花的一些清洁的。然后这个呢，其实就是买了一个一般的店能买到的一个这个篮子，就把用过的抹布我会放到这里来，然后会定期给它们消毒和清洗，然后又把它们折好，下一次再用。第3个推荐的东西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柜子里面放一些调料瓶的，这里我们也装了一个类似这种可以推拉的一个置物架，然后这是装了一个这个圆形可以转的一个，这样就比较方便我们快速的把它们拿出来。第4个想推荐的呢，其实就是疫情期间我们买了很多的那种食物保鲜盒，叫 Rubbermaid， 你把你的东西装到这里面去以后，你把它盖上，它这个的下面有一个这个片片，它其实就是那些蔬菜的水，它可以流下去啊，不会让蔬菜泡在里面。然后它上面这个盖子有一个是小孔，然后这个小孔其实就是给它透气用的，然后把它密封起来呢，就也不会有太多的水进来。好像葱在里面几乎可以放个2周，噔噔，放了2周了。然后我们还会放很多水果呀，一些蔬菜呀、菇啊这些东西都会放在这里面。觉得很好用，西红柿被你忘在外面了。这个大 counter 呢，还有一个缺点，它应该是有很多那种毛孔一样的东西，所以它会吸各种油啊，或者是特别是有颜色的一些液体。你做过饭或者是吃过饭以后，你要很快速的把那些脏东西全部擦完，不然的话呢，就会留下一些污渍，很难清理掉。这个完全擦不掉，不管你怎么擦都不行。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小技巧呢，或者你知道怎么清理这个呢，请告诉我哟。然后我们家还装了一个暖气控制器，它这个因为是跟你的手机 app 匹配的，所以如果你离开了家，它就会自动降温，你一回来，它一检测到你回来了，它就会自动升温。而且你可以设定时间，比如说你早上7点起来，那么你就可以让它6点半开始运作，所以当你7点起来，这个时候家里的暖气就已经是你设定的想要的那个温度了。而且这个特别省电，11月份我们其实就每天都在开暖气，大概温度设定在23度左右。然后上个月用的暖气费是8块1毛2。叮，这就是我们平时拍摄用的最多的一个灯。平时我拍照也会用它，然后有个时候补光也会用它，所以这真的是很好用的一个神器。然后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咖啡吧，很多我的视频都是坐在这里录的。
然后给这个咖啡吧装了这种小灯条，一是给它补光，二是有一个这种灯在后面作为一个背景，还挺好看的。这个可以通过声控和按钮来调节它，而且它是可以改变颜色的。然后到咖啡吧的旁边，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棵圣诞树。Oh my god！ 这圣诞树是我们之前在 Home Depot 买的，它是一棵假的。然后其实它装起来很方便，就像伞一样，把它打开就好了。然后所有的彩灯它也都是内置在上面的。然后它的彩灯的模式一共有8个不同的组合搭配。如果圣诞节家里有一棵大圣诞树，就觉得特别有节日气氛，就是满足了我原来从来没有过圣诞树的一个小愿望。而且每一年都可以把它收起来，放到一个小盒子里，然后第2年又把它拿出来重新用就好了，特别方便。好了，到了我们的客厅部分，小狗的窝给它变了，因为之前那个实在是那个颜色太美了，对。然后给它买了一个小地毯，在宜家买的，好像只要9块钱，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它比较喜欢睡在这个软软的上面玩。然后呢，给猫猫狗狗的喝水的盆也变了，之前那个很容易积很多的水在里面，就会有哎呀 ，I'm sorry。就会有很多的那种细菌，红红的那种东西。然后给它换了这个以后呢，感觉会新鲜一些，因为它那个水是先储藏在这里面，然后它们喝完一点以后，它的那个水再从这里面慢慢的出来，而且不用插电。植物角其实是有大便，因为我们的暖气在那下面，暖气出来的时候会导致家里空气很干。于是我就把那些比较矮的植物挪走了，然后去宜家买了2个这个架子放到这里，给它垫高，然后同时又给它买了一个这个大的加湿器，不断的给它们喷水。它的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储存比较多的水，而且我们可以给它定时开关，比如说暖气早上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加湿器同时也打开。而且我觉得植物把它们这种横着摆开以后会更好看，会更整洁一些。之前那个我觉得有点太乱了。然后这一棵 Bird of Paradise 真的是长势喜人啊！上一次录的时候，这棵最长的完全都还没有出来过。然后最近这棵越长越高，越长越高。我想着哪天它可能会要冲破我们的屋顶了。重点其实是这个灯。我后来又买了一个这个灯，买了3个，因为像温哥华这种北半球的冬天特别难熬，又下雨又没有日照的时候呢，这些灯就非常有用了。我的第3个灯呢，就在我的办公室。然后昨天俊仔送了我一个东西，给大家看一下。哎呀，就是这个小动物的这个，它其实是木雕的，每一个小动物都是木雕的，特别精致。之前在 Granville Island 的时候看到，因为它实在是太贵了，然后没舍得买，然后觉得这个画挂在这里也挺搭这一边那种田园风的感觉。我特别喜欢那只鹅，还是那个鸭子，特别可爱。然后这个沙发不得不夸一下这个面料，真的特别的防抓。平时猫猫狗狗在一起追来追去，然后我们家的猫很喜欢跳到这上面来，我经常能听到那种让我很心碎的那种声音。但是呢，这么多个月过去了，我还是没有看到任何一处被它抓伤的痕迹。所以你能听到那个声音，但是并不代表它真的会被抓破。如果你们家有猫，你也很苦恼它经常抓破你的沙发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面料。这里就是我的工作间。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整个家里最棒的地方，因为前面就一直能看到所有的一些植物和这个整个大的空间，窗外的景色，后面就是我需要的一些东西啊，还有一些植物把我围绕着，觉得特别幸福。这里的使用感受其实就是我希望这个桌子如果能够再大一点点就好了，这个桌子对我来说有点小。然后呢，这边我又挪了很多植物过来，根据这些植物的喜好啊，然后它们需要的光照这些，给它们大致布局了一下。这个是之前在 Muji 买的一个可以加精油的加湿器，然后楼上拿下来的一些仙人掌啊这些东西，因为这个光实在是太棒了，不能够推荐更多。包括 Cassia 的叶子又长出来了，这长得贼快。因为圣诞树的关系，我们把猫柱子挪到了这个地方来，虽然呢很丑，但是呢先将就着用吧，感觉它也挺喜欢的，对不对？对不对？它打我了。还有一只呢也很喜欢，在这里。嘿，老铁 ，Hello， 老铁，你叼着烟呢，老铁。哎呦，然后这个楼梯下面也换了一下，之前实在是太乱了，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于是就去宜家又买了一个跟这边一样的柜子匹配了一下，然后买了一些抽屉啊，一些盒子给他们收纳用，
这样把东西藏起来，而且用同样一个颜色，会显得没有那么的想要杀死强迫症的感觉。虽然我觉得他们还是很乱，还是没有太统一，但是呢，我实在是不想花心思去搞了。虽然都是俊仔装的，然后这个灯呢，给它装了一个人体感应，就是我们一般不在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灭掉；当你一走进这个区域，它就会自动打开。这个跑步机呢，我觉得还是买的不错的，因为它并没有当成一个晾衣架，晾衣架都在楼上。俊仔经常在这上面跑步，因为他 work from home 需要一些运动，我就不需要了。我是感觉我从来没有用过它，因为我实在是太不喜欢运动了。我觉得我每天走路去上班就是在运动，对吧？这个跑步机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变成了一个我换衣服的天然屏障。比如说我平时要出门前，我的衣服都挂在这里，然后我又不想去厕所换，然后我就站在这儿换。可是如果没有这个跑步机呢，我估计对面的楼上的人都能看到我换衣服。但是呢，有了跑步机以后，它就完全把我挡住了，这就是我的一个天然的更衣室。好，我们上楼吧。这个黑板是不是大家看起来特别眼熟呢？对，就是上一次给大家录视频的时候，这个黑板还是跟上一次长得一模一样，没有人想去写它和画它。下次我来画一个吧。楼上唯一的变化呢，搬了一些植物下去，然后呢，弄了一个大一点的植物上来。我想让它们长满整个墙，于是就用一些小钩子，那种透明的小钩子贴在了墙上，固定这些枝叶，然后看它们要自己怎么长吧。这个灯就是 Amazon 买的，但是它完全没有楼下那种灯的生长的条件这么好。对，我还是更推荐楼下那个。从楼上往楼下看的景色还是挺不错的。原来俊仔就每天在家里从楼上监视我在楼下搬砖。好了，说了这么多，来说一说住在这里的感受吧。其实我觉得 loft 的优点真的就是它的空间特别大，它的天花板很高，然后就不会让我觉得很压迫。所以即使窗外没有什么非常好的一望无际的那种景色，也觉得还不错。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所以花点心思把家里装饰一下，装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住起来就还是蛮爽的。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它这个房子它没有分隔任何的房间，没有墙，所以你不会觉得很压抑。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放更多的东西。高屋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种树，你不用害怕那个树会压到你的屋顶，你可以让它就是一直放肆长，然后也可以买一棵很高的圣诞树放在家里。我很喜欢我身后的这个大窗户的感觉，但是这个的缺点呢，就是隐私性不太好。如果你很需要你自己的隐私，有一个小空间的话，你要么就给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户型里面自己建一些门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封闭起来的空间，要么你就不要选择这样的房子。而且这样的房子如果有客人要来住的话，也不是很方便，因为它完全没有遮挡。不过其实我们想的方法就是，如果爸妈要来住的话，可能就会给他们搭个帐篷。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房子里搭个帐篷的感觉还挺好玩的。对，我们可以买一个那种把沙发都围住的一个大帐篷，仿佛自己在露营。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如果你晚上要上厕所的话呢，那你可能就要从楼上下来上厕所。不过我是晚上不需要上厕所的，我也不觉得我这近几年我晚上会需要上厕所。不过也还好啦，锻炼身体，就是晚上了还在锻炼身体。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祝大家有一个开心的2021年哟，拜拜。